今年世界12强棒球赛期间，台湾重炮吉利亚拱冠名字呢，因为一个有趣的原因登上了日本推特热搜。但这件事情传回台湾，也意外掀起了另外一波的论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原住民的名字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今年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跟日本3度交手，而在11月16双方第一次交手的时候，6局下半，棒球迷都很熟悉的捞哥吉利亚拱冠上场代打。这个登场呢，在日本意外的引起了一阵骚动。骚动的原因呢，是他的名字对日本人来说呢，实在是太复杂、太难念，完全考倒了日本主播跟播报员。而日本网友更表示，这名字听起来好强，搭配他的长相呢，感觉像是北斗神拳的角色，或是三国时代的猛将。当时这个花边消息呢，也在台湾引起了热议。有人分享球员本人念自己名字的影片给日本的朋友，有人认为呢，日本转播显示的日本片假名其实不是很精准。像是台湾原住民族青年公共参与协会就说，那个片假名呢，其实是用吉利、吉捞、拱冠的这个汉字来翻成日文，转换2次，其实已经大幅的偏离了原本的排湾语发音。所以他们建议日本转播单位呢，可以用更接近原先族名的假名来翻译。另外呢，也有人呢甚至批评，其实很多台湾球迷直接叫人家捞哥，也是很不尊重原住民的表现。不过是一个名字的发音或是昵称，为什么要这么的严肃？问题真的有这么严重吗？还有人说，一直到今年台湾的原住民才算是真正可以拥有自己的名字，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自己下厨时是不是常常想不到要煮什么呢？苦恼食材该如何搭配，总是缺乏料理灵感。只要灵活的运用食材，创造满满菜色变化，那这堂奇迹的以物多煮公式线上课程，你绝对不能够错过。课程呢有出过3本热销食谱 ，IG 教学影片超过2000万观看的料理达人卡祖担任讲师。他将多年实践的家常菜心法精心整理为一套由食材、风味、形态3大元素组成的以物多煮公式，帮助你更有逻辑的搭配食材，延伸出不同的料理变化。为了让这套公式更贴近日常料理的需求，卡祖特别挑选了8种最常见、最百搭的热门食材，让你将家常菜色轻松变化出美味新花样。现在这堂一物多煮线上课程早鸟优惠只要32折起，让你现省5000元加菜金。输入我的优惠码 cook77， 还能够再折350元。主妇、主夫们，赶快行动吧！如果你是资深棒球迷可能会知道吉利亚拱冠呢，小时候在棒球场上面的名字其实是叫朱立人，一直到2020年他还在美国职棒的时候，才改以吉利亚拱冠这个名字来登陆。不过等他回到台湾打职棒之后，大家更常看到的可能还是吉利、吉捞、拱冠这个名字。球迷们呢，甚至因为他很会捞全垒打帮他取了捞哥这个语带双关的绰号。那讲到这边有些人应该就会有点困惑，那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名字？又到底应该要怎么称呼最好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其实就是吉利亚拱冠，也就是他的族名。在这当中呢，吉利亚是他的个人名，拱冠呢则是他的家屋名。一般来说，也可以直接称呼他为吉利亚。如果是亲人或是很熟的朋友，可能会直接叫他吉老。但根据台湾原住民族青年公共参与协会的说法，这个昵称仅限于真的很熟的人其他人不建议这样叫。那值得一提的是，排湾族文化当中的家屋名其实并不完全等于我们熟悉的姓氏的概念，所以如果要只用他的家屋名拱冠来称呼，也不是很好。而至于吉利、吉捞、拱冠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原本族名的汉字译名。就好像是里奥纳多·迪卡皮欧或是安吉丽娜·裘丽一样，你要说这是他们的名字也没有错，但它终究是个翻译过后的译名。那最早的朱立人这个名字又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他有这么多不同的名字呢？朱立人这个名字一般呢会称为是他的汉名，而像他一样把登录名从汉名转成族名的状况，很多棒球迷应该都很熟悉，我们这边就不特别班门弄斧。事实上，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也不仅限于在球场上，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原住民都希望大家能够叫他们的族名，不要再使用原本的汉名。这背后的原因呢，最早可以从2战过后开始来看。1946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强化台湾人的族群认同，推行去皇民化，发布《台湾省人民回复原有姓名办法》，要大家在3个月内把日本名字改成汉名。如果没有改成汉名还挂日本名字的财产呢，都会被视为是日本财产，政府将会把这些财产全部没收。但对于原住民族来说，他们本来就没有汉名，是要怎么改呢？
在当年时间仓促、语言又不通的状况之下，有非常多的原住民就被随便取了汉姓跟汉名。有些原本是同一个家族的人，只因为住在不同的部落，或者是在不同的时间去登记，就被取了不一样的姓。而这样子的结果，不止大大的打乱了很多原住民族原本的家族关系，当这些汉姓传了好几代之后，甚至还可能会衍生出近亲通婚的问题。而在原住民族的文化当中呢，一个人的名字通常会跟家族历史或是祖先长辈的期许有关。像是 Giligao 就曾经呢在访谈当中表示，他的名字有勇敢战士的意思。但也有人分享当年去皇民化政策当中呢，自己的曾祖父呢被改名叫做廖阿弟，祖父呢叫做廖阿港，两位长辈完全都不懂为什么自己是叫这个名字。那对于现在的许多原住民来说，虽然他们在出生的时候都会像 Giligao 一样有一个汉名，而这个汉名呢也未必真的不好，但很多人还是非常渴望可以被人用族名来呼唤。这整个拿回名字的过程其实已经持续了30年之久，而到现在还在继续。那最早的正名运动大致可以追溯回1994年时，宪法修正条文将山胞的用字改为原住民后正式开始。当时的正名运动者认为既然国家认定了原住民的定位，那么也应该要还给原住民们使用自己真正名字的权利，也就是呢要能够在身份证上面使用自己的族名来登记。而隔年姓名条例确实也为此修改，开放在身份证上面使用传统族名的汉字译名。以Giligao拱冠为例它可以呢不再被限制要用朱立人这个名字，能够直接呢在身份证上面印上吉利吉劳拱冠。不过，毕竟这还是译名发音多半呢还是跟原本的族语有落差。像是Giligao拱冠爸爸呢，就曾经打电话给转播单位说，吉利吉劳拱冠6个字念起来跟他儿子名字的这个原本念法差很多，希望未来能够直接用族语来念。而另外一方面，那些为了翻译而选用的汉字，往往也不具备原先族名的意义。从事多年正名运动的保杜爬燕呢，就分享，过去他跟别人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要说自己的名字是宝贝的宝、杜甫的杜、巴西的巴、燕子的燕。事实上呢，保杜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来自于部落当中的伟大领袖，爬燕呢，则是他父亲名字。这种个人名加父亲名的取名方法呢，是泰雅族的特殊文化，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骄傲的名字。为了让汉人方便称呼姑且翻成保杜巴彦，但到后来呢，很多人就变成先叫他保先生，甚至呢拿这个谐音的保杜来开他名字的玩笑。而虽然呢，在2001年的时候，政府进一步的开放了原住民可以使用罗马拼音并列登记，比方说呢，朱立人并列Giligao拱冠，或者是吉利吉劳拱冠并列Giligao拱冠，那这种一定还是要绑定汉字的做法，对于有些人来说还是没有解决问题。2019年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之后，原住民族语也被认定是国家语言。但对于一些原住民们来说呢，身份证还是要绑定汉字的规定，正好凸显了族语就还是跟汉语的地位不一样。2021年，以我的族名呼唤我行动小组成员到户政事务所申请身份证单列族名，却遭到了拒绝，所以他们决定要对政府提起诉愿，还有行政诉讼。他们认为原先姓名条例当中取用中文姓名的文字并不合理，应该要扩张解释为取用国语姓名。换句话说呢，既然承认族语也是国家语言呢，那就没有理由规定这个身份证上面的名字一定要绑定汉字，单纯呢与这个族语发音来登记也应该要被允许。而在2023年底，行动小组成员的保杜爬燕正诉成为了全台第一个身份证上单列罗马拼音族名的人。法官呢也明确指出，中文姓名的规定应该仅限于汉人，并不包含原住民。而在今年的5月，姓名条例也再次的修正，增加了可以使用原住民文字来登记姓名的权利。历时超过30年的正名运动，可以说是达成了阶段性的目标。不过，整件事情似乎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今年9月，诗人铁木属彦在脸书上面发文说自己要帮刚出生的女儿申请族名并列的时候，遭到了户政人员的拒绝。根据他的说法，户政人员表示，他想要帮女儿取的名字呢，并不在原民会出版的原住民族人名谱里面。他说，户政人员甚至要求他回家请长辈再帮孩子取一个正统的泰雅名字。在沟通无效之后，他最终放弃帮女儿申请族名并列，只登记了汉名。他感慨地说，汉人要改名叫鲑鱼都可以，原住民呢只是要为自己的女儿取名，却有一堆管制。而他的经历可能也不是个案，像原住民青年阵线的有利吉瓦斯呢就表示，先前帮小孩报户口的时候，同样被户政人员要求要先在布农族的爸爸和泰雅族的妈妈之间选定一个族之后，再依照原住民族人名谱上那个族有登录的名字才可以取名。
虽然户政司呢事后有解释，之所以会有这份名谱是因为实务状况当中可能遇到一些胡乱取名的人，所以户政人员呢在办理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稍有疑虑就要查证。他们也表示，如果户政人员跟申请者的想法不同，不确定是不是传统名字，相关人员呢也会进一步的询问原民会，请求原民会协助辨认。但这些种种的限制都让不少的原住民认为，虽然法案是修了，但户政机关这样子不够完善的配套，也代表着这条证明之路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那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这一期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了像是丰年祭原住民加分等等的相关影片，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在了解这个议题之前呢，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它很单纯，不过就只是一个称呼而已嘛，但它背后涉及的面向其实很多。对于争取族名的原住民族人来说，这整个过程与其说是在争取想要被叫做什么名字，更精准追求呢，可能是想要争取外界对于自己的理解，或是形塑自己对于自己的认同。这个感觉呢，就有点像是台湾运动员出国比赛的时候，很不喜欢被叫做中华台北或是中国台北，因为那就不是我们的名字，我们觉得被误解了，希望外界可以理解自己。而这个宣示我来自台湾的过程，也能够进一步的形塑我们内部的自我认同。不过在这一次的研究当中呢，有一个资料也让我们的感触特别的深那就是在2018年到2022年之间，包含新出生登记在内实际上回复这个族名的原住民族人呢，只有2000多位，连原住民人口的 0.5% 都不到。而当中呢，甚至还有500个人又申请改回了汉名。也就是说，目前多数的原住民们呢，对于回复族名的意愿可能并不太高，而这当中很大的原因，除了习惯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在现今的台湾社会当中，要选择只使用族名生活，实在有太多的不方便。有些父母甚至表示，担心孩子如果没有一个看起来比较正常的汉名，在学校可能会遭到同侪的嘲笑，甚至是歧视。不过，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人跟 Giligi 拱冠一样，愿意使用自己的族名，在各个舞台上面发光发热，也为此感到骄傲。我们认为台湾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多元性跟包容性，所以看到这类的故事，常常都会觉得特别的感动。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无论是政府的配套，或是整个社会的氛围，也都能够对于族民更加的友善。最后，因为今天提到族名比较多虽然我们有尽可能的找到接近族语的参考发音，但我知道有些发音可能还是不太精准。那如果有这样的状况，也请大家不吝指教，分享更精准的参考资料给我们以及所有的观众，万分感谢了。好的，那最后我们想来问问，你会支持政府继续推动让原住民自由取名的政策吗？ A 支持汉人都可以叫做鲑鱼了，没理由只管制原住民。 B 不支持太过自由呢会导致户政系统的混乱。 C 没有意见身份证上面的名字不代表什么。 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原住民的族名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丰年祭和原住民加分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